2017年，这部敏感题材电影的过审让国人大吃一惊，不仅得到邓超和陈坤亲自推荐，更是横扫各大奖项，被无数人奉为华语版熔炉。监控中，一个男人试图闯进2个少女的房间，女孩们拼命堵门，可男人却一脸猥琐，轻轻松松把她们推了进去。第二天，女孩顶着凌乱的头发出来，眼中透着怯懦和慌张，她的大腿满是淤青，因为昨晚她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幕。医生诊断小文有被侵犯的迹象，可没想到母亲得知后却直接甩了她一巴掌，非但没有安慰女儿，反而说她不知检点。她撕烂了小文所有的裙子，边扔还边骂：“让你再穿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，不让你穿，不让你穿，我让你穿。”她丝毫没意识到小文遭受了什么，只觉得小文爱打扮就不是好孩子。你天天披头散发的带着门给我过来，给我过来，你过来！他硬生生把小文拖进卫生间，抄起剪刀就一顿乱剪。小文愤恨地看着像狗啃一样的头发，想不通自己错在了哪里。他委屈地离开了家，赶上了最后一班公车去找爸爸。他的爸爸在一家游乐园打更，和妈妈离婚后就一直住在那里。小文本以为爸爸会心疼他，可没想到爸爸也变着法儿地撵他走。那不都说好了吗？就住一晚上就回家。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呀？小文愤怒地跑出房门，他不知道还有谁可以值得依靠。他本来是判给了母亲，但母亲从不管他，整天在外花天酒地，就连小文出事都是老师通知的。父亲更是一走了之，巴不得离他们娘俩越远越好。如今旅馆的监控已经过期，那个人渣又拒不承认。更委屈的是，审讯过程中也遭到了质疑，因为在旅馆房间查出了啤酒罐，所以矛头都指向了小文。母亲急忙辩解：“王队长，我女儿才12岁，她不会喝酒的，那小孩子。现在这孩子能有什么不会的事儿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咱们都老了，赶不上趟。”身旁的律师忍不住发话：“王队长，我倒是想问一下，您今天让孟小文来录第2次口供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”我们掌握了新的情况，当然得再问一次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这孩子头一回可没说。小孩子刚受了这么大的创伤，漏掉细节很正常。这可不是一般的细节。母亲气得拍案咒骂，质问他们为何不去审问犯人，反而揪着孩子明嘲暗讽。小文再也受不了了，躲到厕所呜呜地哭。在他看来，每句审问都像刀子在剜他的心。律师敏锐地觉察了小文的情绪，他耐心安慰小文：“现在只有咱们俩，阿姨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阿姨，咱们俩永远都说实话，好吗？”小文看着他，终于放下戒备，说出了那天的实情。当天，他和好朋友欣欣去唱歌，但因为结束得太晚，怕回家被妈妈打，就找来欣欣的干爹，帮他们在宾馆开了间房。可当晚，干爹并没有离开，而是在隔壁给自己也开了一间。干爹是欣欣父亲的领导，从小对欣欣很是照顾，所以2个孩子对他也非常信任。进到房间后，他们就开始撒欢，中途还叫了4罐啤酒。可没想到，隔壁的干爹听到动静就开始敲门。他们不想干爹进来，可干爹就像魔鬼一样硬闯。接下来就发生了悲剧。律师了解情况后，第一时间赶到旅馆，找到当晚的值班员小米询问情况。他已经做好小米隐瞒的准备，可没想到小米竟开门见山：“我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，给我1把我就告诉你。”原来他早就打好了勒索的算盘。律师有些错愕，但还是翻出了一张纸币给他：“我给你50。那个男人进了女孩的房间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啤酒呢？”“有个女孩要了几罐啤酒。”“你送啤酒过去的时候，那个男人有没有在房间？”“没有。”“你确定？”“就只有那2个女孩。”小米心虚地回答每个问题，因为他看到的和听到的远不止这些。律师一眼就看出了小米的遮掩，直接向他提了一个致命的问题：“你多大了？”“18。”“你看上去就像15。”“我今年18岁。”“给我看你身份证。”“你问的问题我都说完了。”小米赶紧要走那50块钱，慌慌张张地逃走了。相对于那天晚上的事，他更心虚的是自己的年龄，因为律师推测的分毫不差，他没成年，并且真的只有15岁。他一直谎称自己18，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。他没有家，流浪3年，走遍15个城市才来到这里。这一次，他不想再漂泊，想留在这里安稳的生活。我喜欢这儿，因为这儿暖和，就连一个要饭的，夜里也能睡个好觉。可如今，老板给他下了死命令，半个月后拿不出身份证就让他滚蛋。他实在没辙，只能找到小混混帮他办个假证。可小混混却狮子大开口，直接要他1万块。1万块，帮你搞定全新身份，改名儿、改生日都行。我没那么多钱。当然了，也不是所有事儿都需要钱来解决的嘛。
从那之后，他就想尽办法挣钱，直到这天机会来了。一个男人带着2个女孩来宾馆，他看出了端倪，但并没有声张。开了房间后，女孩们管他要了啤酒，可就在他送完啤酒回来后，清晰听见了走廊的敲门声，直觉告诉他要出事儿了。他急忙躲到监控后查看，发现那个男人正在骚扰那2名女孩。他内心挣扎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，悄悄拿出手机录下了这一幕。过2天，旅馆被调查，他一口咬死自己什么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不想给自己添麻烦。小米本以为这件事会烂在肚子里，可没想到律师的出现让他动了歪心思，非但不交出证据帮助小文，还拿他要挟律师，屡次3番进行敲诈勒索。律师忍无可忍，拿出一张小文的照片给他看，这是他前几天离家出走、露宿街头的样子。你设身处地的替他想想，同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有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帮助你？没想到小米却冷漠地告诉他，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因为在小米心里，住得起旅馆的女孩既有钱又有身份，所以这种富人不值得他同情。可小米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话竟一语成谶，当晚就发生了和小文一样的悲剧。原来白天律师的劝阻非但没有让小米醒悟，反而令他心生厌恶。他干脆直接找到那个人渣，告诉他证据在自己手上，管那人要1万块的封口费。结果人渣知道后很配合，当天就按照要求把钱给了小米。小米拿着这些钱赶紧找到小混混，让他帮自己办证。可没想到小混混看他有这么多钱，当场就坐地起价。1万块可不够啊，至少也得16000。你之前说的1万，你知道我有多少人要打点吗？小米气得掉头就走，可这却让小混混起了歹心，当晚就把他劫进树林，发生了那场悲剧。小米强撑着身子来到医院，他终于体会到了小文的痛苦。他一五一十地和律师坦白，并把证据交给了他。视频藏在旅馆前台的电脑里，这是文件路径。我答应过你有回报的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替我交了住院费，咱们扯平了。可他没想到自己勒索的行为早就已经打草惊蛇。人渣在知道证据还在后，就第一时间滥用职权，让多方势力去劝阻小文。先是找到父亲的老板，警告他别轻举妄动，又收买欣欣的爸爸，以包揽学费为条件，让他们放弃控告。学费是很贵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学费应该让他出，是他给我们孩子造成的伤害，他当然得赔偿了。他要进监狱，咱们孩子什么都得不到，还不如让他赔偿。小文父亲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，只见欣欣妈妈又拿出一部手机，这是刘会长送给小文的。他说只要我们不追究，他来负责俩孩子今后的学费。欣欣爸爸为了自己的仕途，选择了默不作声，但律师并没有给他们掩盖事实的机会，直接把监控证据上交，通知小文和父亲赶紧去指认。但没想到小文和父亲被强行送到医院，理由是要帮小文再验一次伤。可谁知医院早就堆满了长枪短炮的记者，在小文检查过后，院长就道貌岸然地向所有媒体宣告，小文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父亲听后直接血冲颅顶，第一时间冲上前理论，场面顿时乱作一团。可谁都没看见小文正一个人默默地在检查室里流泪。直到很久以后，人渣终于被绳之以法，小文和父亲过起了安静的生活。小米也骑着电车开往他的第17个城市，似乎曾经的经历都成了过往，可那些伤害只能永远地烙在他们的心里，不提起，不忘记。